领证第2天，我查出怀孕，准备将这个惊喜告诉老公，他却擅自将我们的蜜月旅行改成公司团建，大雨滂沱。我被不知情的员工拦在自家别墅外，打了无数个电话，直到腹痛小产都没等到他出现。他的小秘书却晒出了2人在别墅泳池的合照，照片上他裸露腹肌，裹着浴巾，与身着性感比基尼的小秘书拥吻，说好要教我人工呼吸，怎么偷偷伸舌头啊？底下一众员工磕起来霸道总裁与娇软秘书的 CP。 我在底下评论道：别墅里没有计生用品，注意做好防护措施。接着我联系了离婚律师，放弃这场8年之久的爱情。领证第3天，我把离婚协议发给了齐怀远，从没秒回过我信息的他，瞬间回了个问号。紧接着一个电话打了过来：你又在发什么疯？当初可是你求着我结婚的，现在刚领完证你就要离婚，脑子进水了吗？接着他有些心虚的解释：你是不是又在胡思乱想瞎吃醋？我都说了，琳琳设计的新产品获奖，我为了激励大家才组织团建，又不是只有我们2人，我还没怪你迟到，你有什么资格发脾气？我看着衣服上鲜红刺目的血迹，竟出奇的平静，没有爱，也没有恨，好像8年的感情，在这一刻，随着这个孩子彻底消散了。我看着屋外的大雨，平静道：没你的允许，我进不去。那是我们用第1桶金买下的海景别墅，意义非凡，所以我才把这里定位蜜月旅行的第1个站点。可如今别墅内灯火通明，热闹非凡，而我竟然回不去自己的家。齐怀远愣了一下，终于想起什么，有些紧张：你在哪？我马上让人去接你。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电话便匆匆挂断。最后回荡在我耳边的是苏琳琳娇柔的笑声。做完清宫手术后，我看到苏琳琳又发了新的动态，在我忍受着剧烈痛苦的1小时内，她和齐怀远一起在独立浴室中泡花瓣浴，她靠在齐怀远身上，春风得意，霸道总裁拿下。视频中的欢声笑语衬得我越发孤寂凄凉。我沉思片刻，买了最早的航班回去。这场蜜月旅行还没开始就结束了，这段仅维持了3天的婚姻也该结束了。齐怀远回家的时候，我正在做小月子，他皱眉看向我手里的虾仁汤。我不是说过家里不许出现任何海鲜？我不耐烦地回道：又没有让你吃，不耽误你和苏琳琳亲嘴。齐怀远一句不喜欢。我好几年没有再碰过海鲜，直到不久前才得知，对海鲜过敏的是苏琳琳。齐怀远只是怕误食了海鲜，耽误自己和苏琳琳亲热。你还没完了是不是？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？你一个人闹脾气，擅自离队，害得大家都玩不尽兴。我吃了块虾仁，久违的鲜香在我口中炸开。我也懒得拆穿齐怀远的谎言，在过去的那段时间里，他和苏琳琳几乎一刻都没分开。苏琳琳生怕我看不到，急切地分享着一切，嘴对嘴吃一块饼干，手拉手游泳，还全程睡在同一个房间。我随手点开一个视频，2人嬉戏的声音便传了出来：怀远哥哥，你是喜欢我还是喜欢那个黄脸婆？当然是喜欢。刚要说到关键处，齐怀远一把夺过我的平板，用力摔碎，接着猛地把我拽了起来，任由滚烫的热汤洒在我的胳膊。赵寒雪，我说了，我们只是团建玩游戏，你别没事找事，别以为自己还是当初的高冷校花。现在的你和琳琳根本没法比，她是独立自强的新女性，你就是个整天撒泼吃醋的黄脸婆。我看着红了一片的胳膊，反手甩了齐怀远一巴掌。这是我第1次对齐怀远动手，我原以为他会暴怒，没想到他竟然冷静了下来。他目光复杂地看着我烫红的手臂。算了，你一直都是这样的脾气，看在我们新婚的份上，我不和你计较。他在家里翻找药箱，嘴里还不停对我的说教。你看看，除了我，谁还会这样包容你？别忘了，当初是我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你，虽然你一无是处，
但我还是愿意看在8年的感情上给你一个名分。我劝你早点生个孩子，安心在家相夫教子，找点正事干，别整天疑神疑鬼，走到哪都不招人待见。我的身体微微摇晃了一下，孩子2个字像一把利剑刺穿我的心脏。既然你这么委屈，那我们就离婚吧，别相互勉强。记得许多年前，我在回家途中遇到流氓，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男人挺身而出救下我。那时我没看清他的长相，寻找了很久才得知那人是齐怀远。此后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。如今房子越买越多，车子越换越贵，人却不是当初那个人了。委曲求全日子我不想继续过了。8年的付出加上腹中孩子的性命，足以偿还他当初恩情。钱我要，人就算了吧。赵寒雪，你有什么资格和我提离婚？你这样又老又丑的女人，还是个二手货！骂到一半，电话突然响了起来。齐怀远随手将烫伤药扔到一旁，拿着手机去了阳台。再回来时，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。晚上公司的庆功宴，你也一起去吧。礼服我提前给你订好了，马上送到。他边说边低头回消息，完全忘记我手臂上的烫伤。我下意识地想拒绝，毕竟之前每次去公司，苏琳琳都会想方设法给我难堪。可是转瞬一想，公司也有我的一半，就算是离婚，我也要把属于我的东西拿回来。齐怀远定制的是一套粉色的短裙，款式像极了我们初见时我穿的那套。可惜8年的操劳让我的容貌和身材不复当年，类似的裙子穿在身上有一种别扭的紧绷感。齐怀远不断地催促我，我来不及化妆，处理了下伤口，一路无言。只有车内齐怀远和苏琳琳合照挂饰吧嗒吧嗒地响着。齐怀远有些心虚地把合照藏了起来，这是上次公司聚餐一起拍的，也有许多其他同事。我淡淡回应了一声。齐怀远的公司很开明，男女之间可以嘴对嘴拍合照，也可以手拉手睡一张床。我已经习惯了。见我如此冷淡的态度，齐怀远有些意外，他朝我看了好几眼，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。到了目的地，苏琳琳带着其他员工在外等候，齐怀远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，而我却愣在原地。苏琳琳身上穿着的是和我一模一样的粉色礼服，不同的是，她穿的合身，面料剪裁也更考究，还搭配了昂贵的珠宝。那对耳环是齐怀远不久前拍下的，当时还上过热搜。总裁一掷千金，800万拍下世纪耳环，送给自己毕生所爱。怪不得我一直没见到这对耳环，原来是我自不量力了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一定是送错了。我给嫂子准备的礼服不是这套啊，这要是让大家看到了，也太丢人了吧。苏琳琳捂住嘴惊呼，眼中却是藏不住的得意。齐怀远的目光扫过我，带着一丝嫌弃，然后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冷声道：“脱了。”四周的目光像箭雨一般朝我射来，还伴随着各式各样的议论声。他是谁呀？又老又丑，还穿着和琳琳姐一样的衣服，可能又是哪个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故意勾引总裁的小三。小三，老三才对吧？不看看自己什么模样，也配和琳琳姐比？听了这些话的齐怀远蹙眉退了一步，离我远点。你不嫌丢人，我还要脸。说完，自然而然挽上苏琳琳的手臂，高调地走进宴会厅。我愣了一秒，还是走进了宴会厅。我已经过了需要用外物给自己增加自信的年纪了。一条裙子抹不去我过去8年为公司做的贡献。宴会厅，齐怀远带着苏琳琳接受众星捧月的赞美。他们说苏琳琳是天赋奇才，这次获奖的产品一经生产，定然供不应求。我沉默地看着两人你侬我侬，期间我看到齐怀远和几个老朋友推杯换盏，他得意地看了我一眼，校花又有什么用？现在还不是老老实实给我洗衣服做饭？要我说，还不如个保姆，资产还没划分，我也犯不着在庆功宴上闹起来，影响自家产业。
于是我避开他们，和几个相熟的合作商打了招呼。散场时候，又下起了雨，地上很快积起一滩水洼。我这双小羊皮高跟鞋可是怀远哥哥送我。苏琳琳娇滴滴的声音再一次在我耳边响起。齐怀远目不斜视地从我面前走过，然后拦腰将苏琳琳公主抱了起来。周围一片惊呼，感叹齐怀远这个霸总如此宠妻，我这个法律上的妻。静静站在屋檐下看着这一切。哎呀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快放我下来！苏琳琳一脸娇羞地捶打着齐怀远，还不忘挑衅地看我一眼。齐怀远略微思索了一下，脱下身上的高定西服外套，铺在水洼上，给苏琳琳垫脚。有不少人纷纷抓拍一幕，没有人知道这套西服是我送给齐怀远的周年礼物，甚至连他自己都忘记了。那时我们事业刚刚起步，生活拮据，我为了让他更体面地见客户，省吃俭用熬夜画图，攒钱给他买了这套价格惊人的西装。那时他说：“韩雪，你对我真好，有朝一日我有钱了，一定千倍万倍补偿你，我要把世界上最好的一切都给你。”可他有钱以后，却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了小秘书苏琳琳。此时此刻，苏琳琳脚底下踩的不只是一件西服，还有我的真心、我的尊严，以及我们8年的回忆。我深呼一口气，想要打车离开，却忽然被苏琳琳手中的东西吸引了注意力。我紧随其后，跟进了休息室。苏琳琳笑着回头看我：“嫂子脸皮还真厚，被人骂成那样，还能脸不红心不跳地跟过来。谁是小三，谁心里清楚。我问你，你刚刚手里拿的是什么？”一直默不作声的齐怀远突然呵斥了我：“是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还嫌今天不够丢人吗？一天到晚疑神疑鬼，胡思乱想。我看当初你被跟踪，也全是自己不检点，还倒打一耙。”齐怀远深知我的软肋，每次做错事心虚，便故意往我最深的地方戳。可他这样，让我更加怀疑苏琳琳手中的东西有古怪。而有人撑腰的苏琳琳更加得意，都说了不被爱的才是小三。再说了，外人眼里谁是小三还不一定呢。我忍无可忍，想要夺苏琳琳的包。苏琳琳被我吓到，气急败坏地从包里翻出一盒套套，甩到我面前：“想看，给你看好了。你不说别墅没有计生用品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自己带了。怀远哥哥很久不愿意碰你了吧？没事，我告诉你，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牌子，这个味道。你想要，我就送给你，看看怀远哥哥会不会看你可怜，陪你过夜。闭嘴！”我所有的耐心在这一刻彻底耗尽，直接拽着苏琳琳的头发，狠狠甩了几巴掌。他怎么都没想到，看着瘦弱的我，竟会有如此大的力气，尖叫着挣扎，却怎么都挣脱不开。齐怀远见状，一把抓在我的烫伤上，将我拽走：“你再敢这样闹下去，我马上送你去精神病院。我看是我这几年对你太好了，让你一点规矩都没有。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，好好反省反省。”他拽着我，一把将我推到雨地里，头也不回地将门反锁。我一时不稳，肚子撞向了围栏，一阵剧烈的疼痛，涌出的鲜血与雨融为一体。我周围全都是大片大片鲜红的血水。我的意识在疼痛中变得模糊，求生欲支撑着我捂住肚子，一个个叩门。1间、2间、3间，漫天大雨下，竟然无一人应答，只有苏琳琳的声音清晰可见：“谁都不许给这个不要脸的小三开门。我倒要看看他以后还有没有脸勾引怀远哥哥。”我终于支撑不住，倒在雨地中。最后时刻，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冲我跑了过来，他满脸心疼地把我抱在怀里：“快打120，要出人命了！”喧闹声引来了齐怀远，他满脸震惊地看着我身下的鲜血：“韩雪，你怎么了？”我已经无力回答，倒在那人怀中，彻底昏死过去。醒来时，病房前围满了人，我听到一阵吵闹声：“齐怀远，你还是个人吗？他刚刚小产完，
身体还没恢复，便又淋雨遭受撞击。要是晚来一步，他就死了。你知不知道？医生说他子宫感染，以后可能都没法生育了。他多喜欢孩子，你不是不知道。你对得起他8年来为你所做的一切吗？齐怀远沉默不语，见我醒了，却是满脸惊喜。韩雪，怎么样了？还有哪里不舒服？我没有回答，只是注视着这个我曾深爱过的男人。回想过去的8年里，他总是找各种借口拖延结婚，却在不久前突然松了口，不办婚礼先领证。领完证我查出怀孕，我满心欢喜，觉得自己此生美满，一心沉浸在喜悦中，以至于忽视了许多事情。可是2场大雨彻底浇醒了我，有些困扰我的事情突然瞬间想通了。我近乎绝望地闭上眼。起初我想好聚好散，给彼此，给8年的感情留一丝体面。现在我要让他和苏琳琳身败名裂，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我睁开眼睛看向了齐怀远，这次公司获奖的图纸是怎么来的？现在不是说这个时候的，公司的事情交给我就好，你安心调养好身体。齐怀远握住我冰凉的手，有我在，你什么都不要担心，我会请最好的医疗团队给你调养身体，我们还会有孩子的。我嫌恶地避开齐怀远的触碰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你偷了我的图纸，拿我的作品去参加了比赛，作品就像是我的孩子，我不会认错。苏琳琳手上那个东西就是我的图纸。齐怀远似乎有些尴尬，你瞎说什么呢？你哪会画什么图？那是琳琳的作品，是我和她熬夜加班一起创作的。我陪齐怀远熬过了最艰难的创业时光，常年应酬和多度劳累让我身体每况愈下。我不得已放下工作，开始围着齐怀远打转。他的身价越来越高，对我的挑剔也越来越多。你也不知道打扮自己，土了吧唧的，我都不好意思带你出门。什么应酬需要打扮成这样？我看你就是要出去勾引别人，当年说不定就是你勾引不成倒打一耙。早知这样，我真不应该救你，请什么保姆？我给你那么多钱，你就不能好好学习怎么做饭吗？成天画你的破图，我告诉你，这种垃圾早就被市场淘汰了，和你一样都是废物。齐怀远就是这样，一面贬低我，一面又离不开我，看不上我的图纸，却偷走他们拿去参赛。我咬牙道：齐怀远，你还真是厚颜无耻。我把一切想明白了，为什么齐怀远会答应回我结婚？他害怕我发现图纸丢了，害怕我知道苏琳琳冒用我的作品参加比赛，所以他用结婚来转移我的注意力。我不由得苦笑一声，8年爱情，我最期待的婚姻，竟然只是一场骗局，一场为了保护他心上人的骗局。听我说完前因后果，周围的人也都无比震惊。齐总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在庆功宴上，我们顾及过去的交情和公司的体面，没好意思说你，可是你这事做的也太不该了。嫂子跟着吃苦受累这些年，你居然为了个3这么对她。大家都是男人，你这事做的也太不爷们了。众人七嘴八舌，呛得齐怀远一脸尴尬。我环顾四周，在场的都是和我有些交情的合作商和老员工。刚刚和齐怀远吵架的，便是最大的合作商老总顾其之。我们曾经同学，关系匪浅，后来因为齐怀远渐渐生疏了，如今的公司已经是苏琳琳的天下。所幸还有这些老朋友站在我这边，没有的事情，你们别听他胡说八道。我和琳琳只是正常上下级关系，这些年我也没有亏待过韩雪。这话说的他自己有些心虚。1周内我进了2次医院，每次都是性命攸关，更别提这8年里他给我带来的大大小小伤害。刚好在此时，不知情的苏琳琳走了进来。怀远哥哥，别管那个老女人了，你不是说要陪我看电影吗？马上就要开场了。突然闯进来的苏琳琳没想到房间里有这么多人，有些尴尬地扯出一抹笑。嫂子，我说的不是你。顾其之嗤笑一声，齐总和女下属之间还真是清清白白呀。齐怀远面上挂不住，
冲苏琳琳吼道：“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？出去！”向来被齐怀远捧在手心的苏琳琳哪里受过这种委屈，眼眶一下子红了。我从齐怀远眼中看到一丝心软，他到底还是舍不得对苏琳琳多说一句重话。眼见如此，我掏出手机，播放了一段视频。视频中，苏琳琳的声音千娇百媚，两人的对话更是大胆又刺激。其他的员工都在客厅玩游戏，只有他们在泳池边，在卧室中，在书房里拥抱亲吻，尺度之大，不堪入目。我本来打算给你们留一丝颜面的，可是我的一再退让没换来尊重，却让你们蹬鼻子上脸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没什么好顾及的了。我很庆幸齐怀远直到现在都死不悔改，这让我做什么都毫无愧疚。那栋别墅是我们用第一桶金买下的，图纸是我设计，所有装修都是我亲自盯的。我在每个房间都装了监控，实时同步我的手机，所以那几天你们做了什么，我都能看得见。除了这些，我还看见说要一生一世爱我的齐怀远，把苏琳琳捧在手心。讨厌油烟味的他会给苏琳琳做饭，嫌我长发碍眼的他会给苏琳琳吹头。他在我们相爱的地方，把亏欠我的一切都补偿到另一个女人身上。两人缠绵情深之际，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忍受着剧烈的疼痛，失去了第一个孩子。我的话配合着手机上的画面，让在场所有人都愣在原地。苏琳琳再也笑不出来，羞红了脸，焦急地躲在齐怀远身后，泪眼盈盈。向来维护他的齐怀远，竟然破天荒地甩开他的手，走到我身边。韩雪，事情不是你看到的这样，都是误会。听到周围的嘲笑声，他马上转头怒吼：“你们都围在这里干什么？这是我的家事，你们都给我滚出去！”所有人走后，苏琳琳终于敢站了出来。她瞪着我：“你这个贱人，竟然用如此卑鄙的手段陷害我！我是不会放过你的！”她叫嚣着要向我扑过来，却被齐怀远一把拦住。齐怀远近乎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你也给我滚！”苏琳琳愣了一下：“我怎么会是外人？怀远哥哥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你不是说你只爱我一个人，早晚会和那个黄脸婆离婚来娶我？”见苏琳琳越说越过火，忍无可忍的齐怀远直接给了他一巴掌：“滚出去，永远都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！”苏琳琳愣了半晌，捂住脸，哭着跑走了，不似以往梨花带雨楚楚动人，而是悲痛欲绝，难以置信。至此，房间里只剩下我和齐怀远两人。他半跪在我面前，小心翼翼地看向了我：“韩雪，相信我，这一切都是误会。我真的从没有想过要背叛你，背叛我们的感情。你忘了吗？当初是我不顾生命危险救下了你。我这么爱你，连自己的性命都置之度外，又怎么会背叛你？”我冷笑一声：“我们之间早就没有感情了。当初欠你的那条命，我也已经连本带利的还给你了。我会把拟定好的离婚协议发给你。我劝你最好老老实实签字，把属于我的财产一分不少的还给我。还有那份图纸，你们偷走手稿也没有用，我的电脑里都有备份。我要是向法院提起诉讼，你们必败无疑。”听了我的话，齐怀远的眼底写满了震惊：“你是认真的吗？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赵韩雪，你怎么能对我这么无情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，我会失去一切？我们彼此相爱了这么多年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原来这叫狠心！我所做的一切，远比不上齐怀远所做的1/1000。”我看着齐怀远，认真道：“你说我们彼此相爱了8年，那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获奖庆功宴，今天是我的生日。我还记得苏琳琳生日那天，齐怀远为她包下了最大的酒店，公司上下带薪休假1天，烟花彻夜不停，各式各样的礼物堆满了一个又一个房间。而我呢，没有人记得我的生日。我在滂沱大雨下，险些失去自己的生命。我记得，我都记得的。”齐怀远紧张地说道：“我还给你准备了礼物，准备回家拿给你的。”我不屑和回怼：“
你说的是办公室角落里堆放的赠品吗？我在公司的时候，习惯一次性准备多个礼盒，遇到节假日或者客户生日，随时可以拿出，不用手忙脚乱临时准备。齐怀远也学会了这套。我的生日、纪念日、情人节，便让苏琳琳随便拿个礼盒送给我。起初还是些说得过去的名牌，后来就变成了各类小样和赠品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偶然听到苏琳琳聊天，她那个黄脸婆哪配得上用这么好的东西？要不是我仁慈，她早就该被扫地出门喝西北风了。现在想想，或许在那个时候，我就该狠下心来。可惜呀，那时候的我真的爱极了齐怀远。我轻轻地叹了口气，为过去的8年感到不值。齐怀远却以为我心软，一把将我抱在怀中。别说了，韩雪，以前的事情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忙于工作，疏忽了你的感受。我向你保证，我再也不会了，我一定会好好跟你过日子。求求你，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他的身上带着一股甜甜的香水味，与苏琳琳身上的如出一辙。我满脸恶心的试图推开齐怀远，可是他越抱越紧，说什么都不愿松开。挣扎间，我撞到了桌子上的花瓶，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，顾其之马上冲了进来。或许是偷情形成的条件反射，见到有人来，齐怀远马上松开手，与我划清界限。等到反应过来后，他有些手足无措地看向我，顾其之则是冲到我身前，隔开我与齐怀远。齐总，这是干什么？你的小情人要去跳楼了，你不去看看呢？我都说了，我和琳琳之间清清白白。我老婆生病住院，我当然要守在我老婆跟前。顾其之嗤笑一声，我可没说跳楼的是苏琳琳，你怎么还不打自招？素来能言善道的齐怀远，此时却心虚的说不出话来。此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，熟悉的专属铃声，摁断了好几次，还是锲而不舍地打过来。齐怀远本想关机，不知道看到了什么信息，犹豫片刻，对我说道：“韩雪，公司有急事，我要去看看，你等等，等我回来了，一定和你解释清楚这一切。”齐怀远来来回回就只会说这一句话，因为他自己也清楚，他那点破事已经是铁板钉钉，抵赖不得。我看着他慌忙离开的背景，竟然觉得有一丝好笑。我不愿再多想齐怀远，把目光看向了顾其之。今天的事情，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他及时送我来医院，恐怕我的生日就要变成忌日了。顾其之没有接话，只是把一个礼盒放在我床头，轻声道：“生日快乐。”礼盒包装的小巧精致，旁边放了一罐祛疤膏。谢谢，这是我这几天来遇到的唯一一件好事。可惜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没办法感谢你。以后有机会了，再请你吃饭。顾其之沉默许久，缓缓说道：“我不知道你这8年过的是这样的日子。”拆礼物的手顿了一下。我缓缓地抬起头，看见顾其之背对着我，说话的声音带着丝丝哽咽。我要是知道，我当初就应该把真相告诉你。微微颤抖的背影与我记忆中的那个人身影重叠了起来。我鬼使神差地开口道：“当年救我的人是你，是我。”顾其之转过身来，眼底有晶莹的泪花闪烁。我无数次想告诉你真相，可是看到你一脸幸福的模样，又不忍心。我一遍又一遍地劝自己，只要你过得好就足够了，只要你能过得好，我愿意一辈子守护你。可是我没想到，我真的没想到。说到这，顾其之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，他几乎是泣不成声。我真的很后悔，韩雪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原来是这样啊。我靠在床头，8年来的回忆扑面而来。过往8年，齐怀远夜不归宿，多次出轨，对我恶意贬低，我一次又一次地为他找借口。我想，愿意豁出性命救我的人，怎么会不爱我呢？没想到，一切都是假的呀。顾其之与我说了许多事，直到护士来催促，才依依不舍地离去。我想了很久，给律师打了电话，我要齐怀远净身出户，最好能再把牢底坐穿。出院那天，
齐怀远亲自开车来接我，我请了金牌月嫂和保姆，专门伺候你坐小月子。我说过，我会好好补偿你，我不会食言的。几天不见，齐怀远好像也瘦了很多，他看我的眼神中始终带有一丝讨好，再也不见当初盛气凌人的模样。我把打印好的离婚协议书递到他的面前，签字吧，让苏琳琳归还所有婚内财产。你净身出户，再为盗用我画稿的事情公开向我道歉。齐怀远没有接，反而过来拉我的手，韩雪别闹了，这段时间我已经好好反思过自己了。夫妻俩过日子磕磕碰碰是常有的事情，我们就不能相互包容点吗？我做错事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嫌弃过你，况且我还救过你的命。我忍无可忍地打断，救我的是你吗？这些年每次遇到什么事，你就拿所谓的救命之恩要挟我，让我拿出积蓄供你创业，让我辞去职位在家照顾你，就为了当初的所谓救命之恩。我原谅了你多少次，又为你牺牲了多少，可是当初救我的真的是你的，别装了，我什么都知道了。那天你只是恰好路过，不敢上前，又目睹了一切。多少年过去了，齐怀远还是一点都没变，自私懦弱，却无比贪婪。一个懦夫，在我面前假装成英雄，通过贬低我来获取可怜的满足感。如今被我揭穿，竟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不是的，那天晚上我有报警，我想去救你，只是晚了一步。我只是太爱你了。那时候的你是高不可攀的校花女神，我太爱你了，所以才试图用谎言留住你。说着说着，齐怀远哭了起来，他的谎言被戳破，他的梦也醒了，爱意退散，真相大白。他再也没办法在我面前趾高气昂，再也没有办法用虚假的谎言继续将我留他的身边。他变得慌乱，变得手足无措，开始小心翼翼地讨好我，就像当初的我一样。如果这8年里你能真心实意地爱我，就算我得知真相，大概率还是继续和你在一起。可是你好好想想，过去的8年你都干了什么？你有资格让我原谅吗？齐怀远说不出话来，眼泪却一滴一滴落了下来，哭了许久，才缓缓开口。我知道我是混蛋，可我就是自卑呀。当年的你聪明又漂亮，即使后来创业，论天赋能力，我也什么都比不上你。我只能用些手段把你留在我的身边。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爱你。我和苏琳琳，那都是他故意勾引我的。我开始就是想让你吃醋，有危机感。我已经快忘记8年前的自己是什么样子了。如今的我，面容憔悴，灰头土脸，整个人黯淡无光。可我相信，离开齐怀远，我很快就会找回真正的自己。我把离婚协议书留给了齐怀远，带走了所有自己的东西。顾其之主动帮我搬家，齐怀远茫然无措地看着我，机械般的挽留，直到我砸碎了我们唯一的一张合照，他才如梦初醒，不顾满地碎片，直接跪在了我的面前。别走，求求你了，别走，我把什么都给你，房子、车子、公司存款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只要你，我愿意用一切来补偿你。我真的不敢想象没有你的日子，这段时间我已经足够痛苦了，我真的不想失去你。缕缕鲜血从他的膝盖上渗透出来，可这满地的血，比不上我小产那天，也比不上我性命垂危那天。齐怀远几句不痛不痒的话，更无法弥补我这些年受到的伤害。我把离婚协议书扔在了他的面前，签字吧。他捧着沾上血的离婚协议书，痛哭流涕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齐怀远公开向我致歉，承认自己盗用我的作品参加比赛。他还开除了苏琳琳，把追讨来的财产全部打到我的账户上。我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挽留我，可我不为所动，只是给他送去了律师函。那天他发了疯一般把办公室的一切砸了个干净。没有你，我要这些有什么用？韩雪，求求你回来吧，我愿意用一切换你回来。我坐在沙发上，一言不发地看着他，他先大闹，
随后又痛哭，跪地挽留，自扇耳光。最终黔驴技穷，我也终于拿到了那份带着血迹与泪痕的离婚协议。办理离婚证那天，我穿上久违的红裙，神采奕奕；齐怀远却穿着那件被苏琳琳踩过的西装，魂不守舍。直到拿到那张薄薄的离婚证，看到路边的顾其之在向我招手，他才失声痛哭。我没有搭理齐怀远，也没有上顾其之的车。我想我以后应该有很多事情要做，爱情只是其中一样。我首先要做的是把真正的自己找回来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故事。顾嘉晨和前女友复合的第3个月，忽然问起我，西雾这些天是不是又躲起来偷偷哭了？朋友们面面相觑，好像有很久都没见到他了。我怎么听说他前些天嫁人了？不可能，谣传吧？想逼嘉晨吃回头草呢？顾嘉晨声色淡淡，去告诉他，今晚老地方见。朋友们起哄，西雾要是哭了，你会心软吗？他轻笑，再看。可那晚一直等到夜深，我都没有来。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我也没接。他有女朋友，我也嫁人了，更该避嫌才对。顾嘉晨和前女友复合那天，正好是我的生日，准备切蛋糕的时候，房间门忽然被人从外用力推开了，又是梦涵，那个让顾嘉晨差点丢了半条命的前女友。她真的好漂亮，衣裙妆容都无比精致，就连头发丝都仿佛在发光。我当时下意识的就把手往背后藏了藏，可手指上的薄茧又不小心勾花了裙子上的丝线。顾嘉晨，梦涵推开面前的朋友，她拎着裙摆冲到顾嘉晨面前。我认输了，这次我先低头。她说着服软的话，却又高傲地抬着下颌，强忍着不肯让泪落下。房间里很安静，我下意识去看顾嘉晨，他脸色很冷，坐在沙发上，神色淡漠，自始至终都没看梦涵，但唇角却绷得很紧。顾嘉晨，我只问你一次，要不要跟我和好？梦涵刚说完，顾嘉晨忽然就讥诮笑了一声，你以为你是谁？要分手就分手，要和好就和好。说着，他却又伸手，一把将我拽到了怀里，动作有点重，我的鼻子磕在他结实胸口，瞬间酸得想流泪。梦涵，我有女朋友，看不见。顾嘉晨低头，他的吻跟着落下来，正在我微湿的眼角，梦涵的脸瞬间就白了。好，你够狠！他指着顾嘉晨，眼泪掉得越来越凶。顾嘉晨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理你。说完，却又含泪瞪我一眼，接着竟狠狠推倒了桌子，香槟塔倒了，杯子碎了，蛋糕也摔得一塌糊涂。我和梦涵都被飞溅的碎玻璃划伤，他是手臂，而我是脸。可顾嘉晨松开我，下意识拉住了他，别动，流血了。他满眼都是心疼，不用你管，心疼你女朋友去吧。梦涵哭着推开他，跑了出去。顾嘉晨好像忘记了我，他站在原地，只是迟疑了2秒钟，就快步追了出去，一眼都没有回头看我。许是怕我尴尬，更也许是因为他们只是顾嘉晨和梦涵的朋友，和我这样的人并无相干，所以陆陆续续的所有人都离开了房间。我穿着漂亮的裙子，捂着脸上的伤，那种难过的情绪像是暗潮，悄无声息在吞噬我。这是我人生中最盛大、最奢华的一次生日会。这个漂亮的双层蛋糕，我小时候趴在蛋糕店的玻璃橱窗上，偷偷看过无数次，幻想过无数次它的味道，我差点就拥有了，但现在变成了一地狼藉。我蹲下身，挑出一块干净的，尝了一口，味道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，甚至不如便宜的纸杯蛋糕，但我还是将那块蛋糕吃完了。蛋糕吃完时，顾嘉晨的电话也打了过来，周希雾，耳畔传来他的声音，隐约还有梦涵的。我在。我低低开口，有件事想和你说。你先别哭，我是有点爱哭，天生泪腺都比常人浅一些。顾嘉晨，你有完没完？都要分手了，你还哄他？梦涵的声音传来，似乎生气了。顾嘉晨的语调立刻变得匆促，分手吧。他们说你脸划伤了，我会给你一笔钱，
你别来闹，那笔钱你爸打3年鱼都挣不到的。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电话就匆匆挂断了。顾嘉晨一向是个特别大方的人，听说他之前谈过几任，交往的时候都出手阔绰，分手了还会给一大笔分手费。闺蜜永言拎着我的耳朵叮嘱我，不许犯傻，给钱不要是傻瓜。过生日被甩，脸被弄伤差点毁容，没要精神损失费就是我们仁慈了。额头到眼尾那一道伤开始缓慢的愈合，顾嘉晨却还迟迟没有给我转账。我尝试过去找他和孟涵要个说法，却连顾嘉晨的面都没见到，反而被孟涵和他的小姐妹给狠狠奚落了一顿。打算报警时，我家忽然又遇到了麻烦。我爸有条小渔船，前2天出海打鱼时，因为风浪意外蹭到了别人的游艇，要赔钱，很大一笔钱，拿不出来就去坐牢。如果顾嘉晨给我的补偿也和传说中一样的话，正好勉强覆盖，我爸愁的头发都白了一半。我把自己平时兼职和奖学金的钱都转给了他，还是杯水车薪。永言嫌我不争气，抢了我的手机给顾嘉晨发信息。很快他的电话打了过来，可我接起时却是孟涵的声音：“周希务是吗？果然人穷志短，占了这么多便宜还不够，还有脸要补偿？你们这种渔村出来的女人，还真是又会钓又会捞啊！”我脸涨得通红，嘴笨的想要反驳，眼泪却先汹涌跌落了。他怎么好意思这样说我的？我和顾嘉晨恋爱不到1年，每次闹矛盾都是因为他。第一次因为他，顾嘉晨把我丢在半路，我差点遇到坏人，我们冷战了半个月，我哭了半个月。第2次又因为他，顾嘉晨飞到国外1周联系不上，那时候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分手了。可他回来后状态很不好，出了个小车祸。他的朋友打了很多电话，说他想见我，我见了他就又心软了。第3次就是生日这次，我差点毁容，医生说差半厘米就伤到眼球了。难道他们不该给我钱吗？我只是要我该要的。我强忍住声音里的哽咽，是你把我脸弄伤的，你不是没毁容吗？孟涵嗤笑了一声，啪地挂断电话，接着用顾嘉晨的账号给我转了5000块。我攥着手机，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，最后还是倔强地没收这笔钱。收下这笔钱就代表和解私了。我是村里来的穷人，斗不过他们这种少爷小姐，但总有一天我会让孟涵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。规定的日子到了，钱还没凑够，游艇的主人却找上门了。我其实很纳闷，他们这种有钱人也这么闲吗？会因为这么一点小事亲自找到我家，是怕我们弃船逃跑不赔他钱？我偷偷打量那个男人，他腕上戴的那只表，我听顾嘉晨提过牌子，至少8位数，想不通，我也就不想了，只是跟爸爸哥哥一起将姿态放得很低，希望他能高抬贵手。而这个叫孟少南的男人也确实抬了贵手。爸爸有点懵，您说给我一艘新渔船？哥哥激动的整个人都在抖。您说我可以上岸开店做生意了？我爸做梦都想要一艘现在最先进的全自动渔船，我哥做梦都想上岸开家小店安定下来，再也不要打鱼。对，只要她嫁给我。孟少南指了指我，开门见山，他八字好，望我今年成婚，我资产会翻倍。爸爸哥哥都看向我，妮妮，你什么意见？我呆若木鸡。孟少南看起来不过27、8岁，长得仪表堂堂，就是不笑的时候很凶，身家100亿，身材高大，身高腿长，怎么看都是我赚。我紧张地咽了咽口水。爸爸有新渔船，哥哥有店铺，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？孟少南先是一怔，接着却笑了。他笑起来的样子倒是有些儒雅温和，我觉得脸有些热烫，不好意思再看他，但他摆摆手，就有人拿进来了很多小蛋糕，是很香很香的纸杯蛋糕，我一口气可以吃3个。我抱着蛋糕，又问了他几个最重要的问题：你姓孟，那你认识孟涵吗？孟少南想了好一会儿，好像孟家旁支的小辈里有这个人，
那他怕不怕你？孟少南眼底笑意更深，他全家应该都很怕我。在港城，孟家比顾家厉害吗？当然。那好，我抱紧小蛋糕，很用力地点了点头。我答应你，只是我还在上学，可不可以晚一点结婚？孟少南眸色深深望着我。婉儿，可以先办证，婚礼等你毕业。我对他举起手，成交。孟少南与我击掌，幸会，孟太太。我的脸微微红了。你现在还是叫我名字吧，我暂时还不想公开。孟少南站起身，他可真高，我要仰着脸才能看到他。好啊，妮妮。我的小名被他念出来，好像有些怪怪的，以至于他人都走了，我耳朵还在发烫。我偶尔会在学校遇到顾嘉晨和孟涵，他们有时候很恩爱，有时候又会争吵，但又很快和好。我开始有意识地避开他们，很多同学私底下议论我，错失一条金大腿，现在肯定嫉妒孟涵的不得了，但没人知道。我经常半夜睡醒，打开手机查看手机账户，里面有孟少南给我的天价彩礼，将那一串数很多遍，然后心满意足地进入梦乡。很快到了暑假，我就回家和爸爸一起出海捕鱼，彻底远离了顾嘉晨那个圈子。所以那天接到他朋友电话时，我还挺意外的。寒暄几句后，朋友才说正事：西雾，今晚老地方，嘉晨约你见面。我刚想拒绝，好好打扮，穿漂亮点呢，给你偷偷爆个料，嘉晨和孟涵闹掰了，真闹掰了，抓住机会啊！我都没来得及插上话，电话就挂断了。爸爸喊我收网呢，我很快就把这件事给忘了。朋友回来，笑着拍了拍顾嘉晨，刚给西雾打完电话了，其他人立刻起哄：嘉晨，西雾要是哭了，你会心软吗？顾嘉晨掸了掸烟灰，轻笑一声：再看。不过说真的呀，嘉晨，西雾的性子比孟涵好多了。是啊，西雾真的很乖。你还记得那时候你出车祸，他去看你，刚进病房就哭得稀里哗啦。我在一边看着都心疼。顾嘉晨似是想到了过往，眼底渐渐有了一抹柔色。这些天你和孟涵出双入对的，西雾肯定躲起来偷偷哭了。我记得最后一次见他时，他好像瘦了不少，眉头上那个疤还有点印子呢。顾嘉晨夹着烟的手微顿了一下。那天西雾也受伤了，可他当时怎么就能狠心抛下他走了？不过西雾很乖，很好哄的。他特意回家换了一件新的白衬衫，西雾很喜欢他穿白衬衫。他们第一次约会时，西雾的脸都红透了，他根本不敢抬眼看他。他吻他时，他差点紧张地晕过去。他还买了西雾很喜欢的绣球花，开车去赴约时，又专程买了一个新蛋糕。西雾很贪吃，尤其喜欢香甜的小蛋糕。生日那天那个被孟涵毁了，但没关系的，他会再给他买一个更大更贵的。顾嘉晨拿着花，靠车站着，他知道朋友们也在不远处，等着围观今晚的热闹。他竟有些隐隐的激动和紧张，就像初次恋爱约会一样。可时间分分秒秒过去，西雾一直没有来，直到月亮都困倦地隐入云层深处。顾嘉晨抬腕看表，已经将近凌晨。他终于纡尊降贵，第一次主动打了西雾的电话，但他只会打这一个。如果他还不肯下台阶，那么不好意思，他也会考虑收回复合的打算。但电话响了很久，没有人接听，自己挂断了。顾嘉晨蹙了眉，胸中一团怒火正在膨胀。忽然听到不远处朋友们惊呼起来：“有车子过来了，是西雾吧？”肯定是啊，西雾那么喜欢嘉晨。他下意识转身看去，眼底渐渐有了亮色。不远处有出租车停下，一角雪白的裙摆在夜风里摇曳，那身影纤薄而又娇小。不是西雾又会是谁？顾嘉晨只觉满腔怒火瞬间消弭无踪。他下意识地想要上前，却又硬生生停了脚步。他等了他一整个晚上，他甚至还不接他的电话。虽然他此刻确实很想见到他，但他也不会主动上前。可那道身影此刻却已经转了过来，星子只有微末暗淡的光。
路灯的光芒高远而又昏沉，但却也足以让他分辨清楚，来的姑娘不是稀物。哪怕猛然看去，她们的身段、衣着，甚至连头发都很像，但不是，就是不是。藏在暗处的朋友们大约也看清了来人，忽然都安静了下来。顾嘉晨脸上的神色更是冷到了极致。片刻后，他忽然扔掉手中花束，转身就要上车，可孟涵已经小跑过来，带着哭腔叫住了他：“顾嘉晨，你找周希物，不就是因为他像我从前的样子吗？你不喜欢我和你吵，不喜欢我乱吃醋，不喜欢我穿得太性感。”孟涵说着说着就委屈地哭了。那我变回从前的样子，我们好好在一起好不好？顾嘉晨望着面前的孟涵，她哭的样子很美，黑色长直发白裙子的样子很清纯。他们分分合合这么多年，此时的她确实很像他初见动心的模样。可让他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的是，他看着孟涵的眼泪，虽然仍会心软，但却不会像从前那样心疼了。更甚至，他看着孟涵哭的时候，心里莫名想的竟然是周希物。他哭起来不会这样歇斯底里，总是眼泪掉得很大颗，却又隐忍着不哭出声。他日常很爱笑，又乖又软，他说什么他都是乖乖点头说一声好呀，好像总是没有半点脾气的样子。在一起久了，到后来确实觉得有些许无趣，觉得她不如孟涵鲜活，不如孟涵漂亮，和她有一样的兴趣爱好，更能玩在一起。可当这一次真的和孟涵复合后，他却又很快厌烦了她。最后一次剧烈争吵后，他直接撂了狠话，不会再复合，也不会再吃回头草。孟涵心高气傲，自然是当然答应。没想到今晚他就忍不住跑了过来，还打扮成了他自己口中的土包子模样。对于他这种娇生惯养的大小姐来说，算是件稀罕事了。顾嘉晨和他到底相识多年，终究还是不忍。孟涵，别把自己弄得这样狼狈，你先回去吧。是因为周希物吗？他不过是我的一个替身，一个渔村里长大的土包子。顾嘉晨，你是疯了吗？你为了他不要我？孟涵的情绪还是失控了，再次歇斯底里起来。我不想和你吵，你先回家冷静冷静。顾嘉晨转身要上车，可孟涵却拦住了车门。顾嘉晨，你还要我怎样？我已经委屈自己迎合你了，我也说了，我愿意变回你喜欢的样子。他抓着顾嘉晨的衣袖，哭得渐渐大声。周希物跟你在一起，为的就是你的钱。顾嘉晨，我对你才是真心的，你看不明白吗？他如果真在意你，今晚会放你鸽子，让你在这里傻等吗？你们分手后，他唯一一次联系你，是找你要补偿，你忘记了？顾嘉晨脸色渐渐沉了下来，他咬了牙关。那天他受伤了，给他补偿是应该的。我问过医生了，就是小伤，缝了几针而已，根本没到毁容的地步。孟涵见他脸色不愉，又道：“还有今晚失约，他答应了又不来，算什么意思？”顾嘉晨没有说话，脸色却越发阴沉。孟涵知道他从小就骄傲自负，能低头一次已经算奇迹。周希物要玩欲擒故纵，实在是找错了对象。嘉晨，他只是把你当金龟婿，想攀高枝而已。我们门当户对，青梅竹马，我对你的喜欢才是没有任何目的的。顾嘉晨好似被他说动了，他忽然上前一步，轻轻摸了摸孟涵的脸：“你不是一直想出海玩吗？明天我们一起吧。”孟涵立刻欢喜起来：“那我找堂叔借游艇，我们去海钓好不好？”顾嘉晨想到孟涵那位手眼通天的堂叔，这样一来一去的，倒是个亲近他的好机会。他如今就要毕业，进入家族制公司。顾家虽然有些家业，但他同辈的子弟也多，优秀的也多，他可不想当一个闲散二世祖，每个月拿几十万苟延残喘。如果能和孟家那位攀上关系，对他无疑是极有利的。想到这些，顾嘉晨的声音就越发和缓了一些。会不会不太方便？不会的，我堂叔超级有钱，而且对晚辈最大方了。去年过年我去拜年时，堂叔还夸过我呢。孟涵信誓旦旦又得意洋洋，他就知道
周希悟那种又穷又奸诈的下等人，怎么可能争得过他？就算顾家晨现在对他感情淡了，但他背后还有孟家，还有孟少南这样一个堂叔在。顾家晨分得清孰轻孰重，知道自己最后应该选的人是谁。只是第二天，顾家晨和准备一起出海的朋友们准备妥当后，等了许久，却都没能等到孟涵那边的消息。顾家晨干脆打了电话过去，孟涵好一会儿才接，声音听起来却有些不对劲，好像带着哭腔：“对不起呀，家晨，我堂叔今天正好也要用游艇，我们只能改天再借用了。你堂叔不止一艘游艇吧？”孟涵支支吾吾的答不上来。顾家晨笑了一声：“你诓我呢，孟涵，看来你在你堂叔跟前也说不上什么话。”说完他就挂了电话。而他这边电话刚挂断，孟涵就气得摔了手机。明明堂叔一开始答应借给他游艇的，但后来问了名字，忽然就不借了，而且还格外交代了一句：“孟家小辈谁借都行，就孟涵不行。”这话不到3分钟就传遍了孟家上上下下。他丢尽了脸，爸爸气得甩了他一巴掌。家里的姐妹们明里暗里都在笑话他。孟涵想不通，堂叔为什么会这样说？明明他在堂叔跟前一直都表现得特别乖巧。他绞尽脑汁想了好久，都想不出来到底什么地方做错了，惹了堂叔不高兴。他想不明白，但却隐隐有种预感，以后他们全家在孟家的地位，怕是要直线下降了。本来爸妈就是靠着堂叔吃饭的，而现在他悄无声息得罪了堂叔。孟涵趴在床上，越想哭得越伤心。他到底该怎么补救？更离谱的是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。家晨，我倒是有个好主意。朋友见顾家晨闷闷不乐，倒是想到件有意思的事。西悟家在渔村，他爸爸也有渔船，常常出海捕鱼。我们不如去西悟那个村子，给他爸爸一些钱，租他们家的渔船怎么样？其实他们这些公子哥儿租游艇出海对他们来说也是常事，但朋友们知道顾家晨的心思，才会投其所好。钓鱼是小，能见到周希悟才是最重要的。顾家晨笑了一声：“他们家那破渔船，你也不怕船翻了？”但一行人却还是浩浩荡荡去了。顾家晨看到正在渔船上忙碌的周希悟时，差点两眼一黑。平日在学校看着也乖乖软软的，现在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，拎着大鱼叉叉鱼，一叉一个准，活脱脱一个野姑娘，真也够劲儿。家晨，你说他那鱼叉要是朝我们这边扔过来，那还不血溅当场啊？顾家晨一眼不错地盯着船上那道纤瘦却矫健的身影，骂了朋友一句：“先插死你！”其实我早就注意到了顾家晨那一群人，但我没工夫搭理他们。这群公子哥一向都是出入顶级会所游轮派对的，闲得没事儿干才会跑到我们这种小渔村，自然是要找乐子的。以前因为顾家晨，我才会和他们有交集，但现在他们所有人都和我没关系了。可我拎着鱼叉刚下船，顾家晨就叫住了我，我也没躲。这在我们村，我才不怕他们，就直接走了过去，找我有事儿。顾家晨看我一眼，又看看我手里比他还高的鱼叉：“你把它先放一边。”我攥得更紧了一些：“这是插鱼的，你害怕呀？”顾家晨脸僵了僵，岔开了话题：“你们要租我家渔船？”我摇头：“那不行，我爸要出海呢。”顾家晨冷着脸报了个数字，我心里有点动摇了，但还是摇头：“不行，一船工人都等着呢。”顾家晨又将那串数字翻了一倍，我摇头的动作就慢了：“我还要挣学费呢。”顾家晨又翻了一倍，我立刻眉开眼笑：“成交！周希悟，你也跟我们一起。你家的船你熟，而且我们钓了鱼，还需要你煮汤。”我刚要说话，顾家晨又道：“放心，小费丰厚。”他们那群人钓鱼的时候，我就百无聊赖躺在甲板上喂海鸥。被太阳晒得快睡着的时候，孟少南忽然给我打了电话，我立刻一咕噜爬了起来。我喜欢和孟少南讲电话，或者视频，或者发一些无聊的消息。
他很有耐心，也不会觉得我说的话没营养，不嫌弃我的出身，也不嫌我手上有茧子。他还夸我捕鱼厉害，游泳厉害。总之，在他眼里，我好像哪儿都特别好，以至于现在我自信心暴涨了100倍不止。孟少南，我今天赚了好多钱。电话一接通，我立刻开始小嘴巴巴个不停。不错，这笔生意做得很划算。妮妮，你是越来越长进了。孟少南立刻不吝啬地夸我，我也得意洋洋，趴在毯子上翘着脚丫摇晃。是吧？我现在只用晒晒太阳，煮煮汤，又可以拿到一大笔小费。这样的生意1年来几次，我也可以躺平了。妮妮，孟少南忽然喊了我的小名。怎么了？我们是不是又有1周没见面了？我掰着手指数了数，确实是。晚上我去接你。我扭头看了一眼不远处的顾嘉晨一行人，也不知道他们要不要夜钓呢。孟少南在那边轻笑，放心，不会的。那好啊，那你来接我。好，这会儿有点公事要办，等下我再打给你，好吧？我有点恋恋不舍地挂了电话。可电话刚挂断，顾嘉晨一个怨种朋友忽然掉到了海里，我忙跑过去，跟着众人一起拿游泳圈扔给他，又把绑在船边的救生艇也解下丢了过去。可这人掉到海里受了惊吓，只会手忙脚乱地乱扑腾，不一会儿就喝了一肚子海水，眼瞅着越飘越远了。我无奈叹口气，脱了身上的工作服。周希物，你干什么？顾嘉晨一把拽住了我，我不明所以。去救人啊，还能干什么？你去，不然呢？你们去吗？我推开他的手，眼见那人都要被海浪拍晕了，也顾不得再和他们啰嗦，甩掉工作服，翻过船边的围栏，一个猛子扎进了海里。顾嘉晨觉得那好像是他第一次认识周希物，他像是一条漂亮的小鱼跃入了大海，海浪遇到他，好似就成了和他嬉戏，鱼群也亲昵地围着他转。他们一群人站在船边，渐渐都安静了下来，不再说话。海风呼啸，船帆被吹得鼓胀，天地间好像只余下这些杂音。顾嘉晨的视线无法从他的身上移开，1分1秒都无法移开。他的手臂纤细，却又力量感十足，劈开海浪，很快就游到了落水的人身边。他显然是受过专业训练的，救人的动作娴熟标准，很快就将那人推到了救生艇边。那人抓住了救生艇，渐渐缓了过来。周希物推着他上了船，自己却并没有上去。他又欢快地在海里游了几圈，竟然就抓到了2条漂亮的小鱼。他摇晃着手臂，向他们展示自己的小鱼，笑得一双眼都弯弯，波光粼粼，阳光铺在海面，犹如碎金。而他就沐浴在那粼粼水光中，却又比那金色还要璀璨几分。他的头发湿透了，露出整个光洁的额头。顾嘉晨看到他眉梢眼尾的粉色疤痕，心头忽然针刺般疼了一下。他好像忽然间明白了什么。周希物从一开始就不是替身啊，他也从来没有把他当过替身。真正的他和孟涵根本一丁点都不像。而他从前之所以在他面前又乖又听话，从不把自己这一面展示出来，是因为那时候的他真的很喜欢他，所以他藏起来了这些他以为他会不喜欢的方方面面。而现在他也许真的不喜欢他，不在意他了，所以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自己了。顾嘉晨心里莫名的很难受。周希物笑得越开心，他心里的难受就泛滥得越凶。他像是海里的小鱼，而他好像已经抓不住他了。我冲完澡换了衣服出来时，顾嘉晨正在外面等着我。我们要返程了。顾嘉晨被顾家长辈叫了回去，说是有急事，而我也要和孟少南约会呢。所以现在我满心满眼想的都是待会儿下了船，我要立刻冲回家换一条漂亮裙子。孟少南很喜欢给我买衣服，而我也喜欢他买的漂亮裙子。有事吗？我一边擦头发，一边随口问。希物，顾嘉晨却忽然上前一步，轻轻抓住了我的手腕。我吓死了，连忙甩开他，又噔噔噔后退了好几。你说话就说话，别动手动脚啊！
顾嘉晨站在原地没动。好，我不动手动脚，我们好好说说话吧。西雾，你要说什么？额头上的伤还痛吗？早就不疼了。我认识一个很棒的美容科医生，我带你去把疤除掉吧。不用，我已经约了医生了。孟少南早就给我约好医生了。他说他可以保证我在举行婚礼的时候，一丁点疤痕都看不出来，我会是美得发光的新娘。那天的事是我的错，还有承诺要给你的钱，不用了。我终于抬头看向顾嘉晨，也是这次见面后第一次这样认真地和他对视。我喜欢过他，虽然喜欢他的那段日子里，难受委屈的时间总是比欢乐甜蜜的时间多。最后分手的时候，闹得特别不愉快，但是我和他之间也没到不死不休的地步。我是个心思简单的人，只喜欢记住快乐的事情，过去的不快乐，我不想提起，也不想再回忆。更何况我现在有了很多很多的钱。孟少南那天给了我小蛋糕，也给了我聘礼。后来我们领证的时候，他也给了我超级多的彩礼。我的小金库满满当当，我很有安全感。我已经大步地向前跑，向前看了。西雾，顾嘉晨的声音无比温柔。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？我重新追你一次。我打断了他，我不能重新过一次21岁生日，我也不能当那些伤害从来没有发生过。顾嘉晨，我们都向前走吧。可是当初明明是你先喜欢我的。他抓住了我的衣角，不肯松开手。我笑了笑，但是先喜欢的人其实才占据了主动权。我可以随时收回对你的喜欢，我也可以喜欢上别人。不可能的，周希雾，我们之前不是没分过，但每次都很快和好了。这次也可以的，这次不可以了。我推开他的手，制止他再靠近。为什么？我并不想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他知道，因此也只是轻笑了笑。和你无关。和孟少南约会那晚，我第一次喝醉了，把我抱上车时，我晕晕乎乎，勾着他的脖子不肯撒手。孟少南失笑：妮妮，记住自己的酒量。记不住，为什么要记住？孟少南会在我身边，我不会有任何危险和意外。我总有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不在我身边，我就不喝酒。我趴在他怀里，软绵绵的不想动。他身上好热，就是硬邦邦的，抱着不舒服。我摸了摸，又蹭了蹭，在他怀里扭了好一阵儿，才勉强找到一个舒服的坐姿。只是我舒服了。孟少南这会儿看起来却好像很难受的样子。我仰着脸看他，酒意上涌，让我的视线也迷离不清。我干脆捧住他的脸：孟少南，你怎么了？妮妮。他的声音忽然变得暗哑，身体的温度好像也开始攀升。我觉得热，他像火炉一样，忍不住就想从他身上下来，但孟少南忽然箍紧了我的腰，他的手指修长有力，掌心滚烫，隔着薄薄一层衣裙，熨烫着我的肌肤。失神间，我正愣看着他，而孟少南已经低头，深深吻住了我。那是我从未踢尝过的一种深吻，强势霸道到了极致，却也更刻骨铭心。仿佛有一扇未知世界的门在我面前缓缓打开了。一吻结束时，我却有些意犹未尽，也许是酒精作祟，更也许是我骨子里本就有些野性难驯。孟少南要将我从身上抱下时，我竟扑过去，主动吻住了他，还要亲。孟少南像刚才那样亲。妮妮。车子在平缓地向前行驶，车窗外有浮沉的光线映入。孟少南的脸离我很近，放大的五官更显硬朗俊逸，呼吸很热，脚缠在一起。我心里有点痒，张嘴咬他下巴：你别磨磨唧唧啊，孟少南。他喉结剧烈地滚了滚，忽然翻身将我压在了车座上，长指捏住了我的下颌。妮妮，张嘴。车子停下很久，我们仍吻得难舍难分。不知何时，他的西装和衬衫都被我撕扯得凌乱，腹肌和人鱼线都若隐若现，勾得我更是意乱情迷。可最后，孟少南还是推开了我。我很难受，但又挨不过醉意。他抱我下车时，我就窝在他怀里睡着了。孟少南抱着我上楼时，又在我脸侧轻轻吻了吻。
他的小美人鱼长大了，而他也终于如约来履行当初的承诺了。孟家枝繁叶茂，同辈子弟中优秀人物辈出，明里暗里争斗不断。孟少南的父亲曾经也陷入过一场凶恶的夺权厮杀，以至于牵累到了妻儿。他曾被人绑架，又抛入深海。就在他以为自己会随着石块一起坠入深海，葬身鱼腹时，周希悟忽然出现了。他的潜水装备很简陋，但他游得飞快。陷入昏迷的他，甚至以为自己真的遇到了童话中的小美人鱼。他用随身携带的匕首割断了绳索，然后拖着他浮出水面。他在那艘很破的小渔船上躺了一夜，被他的鱼汤救回了一条命。他的话很多，叽叽喳喳说个没完。他有很多很多的心愿，想给爸爸换一条新渔船，想让哥哥去岸上开店做生意，想让喜欢的男生也喜欢他，想有吃不完的小蛋糕。他当时没有力气回应他，但却牢牢记在了心里。而现在到了他一一为他实现的时候了。只是曾经他喜欢的人是顾嘉晨，现在他喜欢的人会是他吗？他想，他有足够的耐心，等到答案揭晓的那一天。我在学校的最后几个月，顾嘉晨一开始还会时不时地跑来纠缠，但没几天他就销声匿迹了。后来我听闺蜜永言说，顾嘉晨好像惹上了麻烦，给他们家公司捅了很大的漏子，可能以后就再也进不去顾家的核心产业了。还有孟涵，好像一夜之间就被港岛名媛圈拉入了黑名单。我隐隐能猜到，这一切可能是孟少南的手笔。我当初孩子气的玩话，他竟都当了真。不过我也不是那种大度的人，当然也不会帮顾嘉晨和孟涵讲情，只是这些事听过也就听过了，我半点都没有放在心上。时间眨眼间过去1年，我继承了爸爸的渔船，也要嫁人了。孟少南平素十分低调，但这次婚礼却前所未有的高调奢华，整个港岛的注意力都被婚礼吸引时，孟少南却又私下放出了一句话：婚礼会大宴宾客，但有2位不在邀请之列，请问孟先生方不方便透露是哪2位？顾家那位4公子顾嘉晨，孟家旁支的一位9小姐孟涵。短短数分钟后，顾嘉晨和孟涵的名字又一次传遍了整个港岛。事后，我悄悄问孟少南，这样做，他们2人以后在港岛就没有立足之地了。孟涵还要叫你堂叔，孟家人会不会觉得你太不近人情了？孟少南将我拉到怀里，他把玩着我的手指，轻轻揉着指腹上的那层薄茧，好一阵才缓声道：我已经很仁慈了，他毕竟是从血雨腥风里厮杀出来的人，只是让这2个人无法在港城立足，对他来说确实已算仁慈。而他之所以会这样做，是因为原本从不信命的他，现在信了而已。他想让自己的妻子长命百岁，和他白首到老，因此就当积德了。他厌弃孟涵，更厌弃顾嘉晨，只要一想到他曾得到过他的喜欢，更是夙夜难寐。如今2人都远远离开港城，一辈子再难回来，孟少南才觉心里稍稍畅快了一些。我可看不出你仁慈，不过这样也挺好。我可没忘记当初弄伤我后，孟涵有多嚣张。我抽回手指，又皱眉。我的手还是很粗糙，但你插鱼插得很快乐，有什么办法呢？孟少南无奈摇头，说的也是，有剪子就有剪子吧，反正孟少南又不嫌弃，快乐最重要。妮妮，孟少南自后抱住我，我们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，望着远处的海港和山脉。这一片海湾都是你的，我要那么大一片海干什么呢？我回头看他，我只要一艘船一小片海就行了，就行了。我一怔，忽然想到什么，难得脑子灵光了一次。啊，对了，还要你。孟少南忽然就笑了，他垂眸看着我，笑了好一会儿，才缓缓低下头吻我。算你还有良心。我丝毫不羞涩，直接勾住他脖子，踮脚迎合。你今晚不要再亲到一半停下来了，我好难受，每次回去后都会睡不好，做乱七八糟的梦。孟少南倏然将我抱得更紧，
与他寸寸相贴。好，这次你叫停，我也不会停的，我才不会叫停呢。他吻着我，却又失笑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。周希物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你不赞，我不赞，我的视频没人看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